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1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见面啦。特斯拉如期见底，出现了一天的大涨，接下来还有加仓机会吗？阿哲会告诉大家一个2次的上车点位。美股一旦出现这个信号，将会还有新高，今年美股还有再创新高的可能。英伟达在财报发布前，阿哲觉得有技术面可以去赌一赌的机会，多头上车点位，阿哲在本视频也会告诉各位。今天除了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和英伟达之外，阿哲还会继续跟踪以下个股，分别是 Coin、谷歌和亚马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来到今天的大图版。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阿哲先讲一下本期视频的目录。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呢，是纳斯达克指数跟踪的第108期。我们在第一部分会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跟踪，通过以下3个部分：固比的均线、下跌的新值和空间的预测。第二部分呢，是5只个股：特斯拉、英伟达、Coin、谷歌、亚马逊的个股解析。因为内容较多，阿哲的时长呢是难以把控，那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时间轴收听你想要了解的内容。那么有关时间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截图，在你的播放按键的右侧有一个三角的图案，点击这一个三角，你会看到本期视频的所有时间内容。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阿哲还有最后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在本期视频当中，阿哲所用到的知识点基本都是在本周公开直播有讲到的知识点，但因为本视频为行情解析视频，非知识教学详解，如对视频中的技术有所疑惑，可以评论区留言，阿哲看到会第一时间去解答，或点击阿哲首页的直播列表观看最新的2期公开直播课。我们在上周的周天以及本周的周一盘前，阿哲的直播列表当中有2节最新的公开直播课，里面所讲到的知识点会更加的详细和清楚。那么在本期视频的第一部分指数的跟踪当中，阿哲会将一些观点做简要的再次阐述。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有关于指数的观察。那么第一部分我们用固比均线看一下当前的趋势。那么有关于固比均线，你可以在你的软件当中打出 GMMA， 那么就可以看到图表当中的这一个均线类指标。这个指标呢，它是一些 EMA 的均线组，那么它是由固比大师所发明创造的，它是由2个均线组，一个呢是短期的 EMA 均线组，另外一个是中期的 EMA 均线组。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去发现市场当中中短期趋势的改变。那么我们曾经说过，当市场处于强势行情当中，每一次的下跌回调，你都不应该以风险来去看待，而应该看一下是否有低买的机会。那么你会发现，每一次的下跌，如果你以低买的机会去寻找点位，那么它给你的报酬肯定是比你去看空要来的安全以及收益丰盛。那包括这一次的下跌也同样如此。在我们周天的直播当中，阿哲分享了一个技术，就是固比均线的时差。如果你很明确当下的市场属于多头强势的市场，那么每一次固比均线头2根均线的时差将是你关注的重要点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期低点到目前上涨每一次出现均线时差的情况是什么情况。看到这里，市场见到了高点，前方的上涨固比均线、短期均线一直都是排列向上，没有出现时差，而出现时差的那一天是这一天，这一天是一天大跌，而刚好它出现了固比均线时差，而好巧不巧，它就是本轮下跌的低点。那又比如说股价后续又走出了上涨，那么上涨途中有出现几次的时差呢？像这里是一次时差行为，这里也是均线时差行为，包括这一天也是时差行为，而后股价就是保持持续的上行的空间。那么时差 K 线你会发现股价一时差就是低点，一时差就是一个低点，包括这一天它也是当天时差，当天见低点，后续行情都是上涨。那么这就是一种固比均线在上升趋势当中所反映的资金砸盘骗线手法。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下的这一根 K 线，它是不是也是当天有大阴线下跌，而当天的股价导致均线的时差。那么这一天又是一天时差，而从周一的反应来看，它很有可能又是一个低点。
这是我们在周天时的观点和观察的对象。好，那么现在阿哲要讲一下本周出现什么信号预示前高容易被突破。我们不是说每一次均线的时差都一定是机会，这一点大家注意了。比如说前高这里均线也时差了，它确实反映了这里是一个高点。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股价的上涨，它每一次时差都是低点，但是你要注意了，总会有那么一两次时差它不是低点而是高点，所以我们不能够每次时差都简单的去买进。那么这一次时差之后怎么去看它会不会是高点，会不会是风险的持续？你把时差 K 线的低点做划线，把它高点也做连线，股价只要短期不能突破均线时差当天 K 线的高点，那么意味着哪怕后面有低点也只是反弹，如果后面都没有低点而是继续下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提醒。那包括这一轮上涨，均线自从走出多头之后，首次的时差在哪里呢？是在这一根的阴线。好，这一天是时差，当这一天股价有快速突破它的高点吗？没有，而后继续下跌，那么你会发现下跌空间就会被打开，而你会发现近期的这每一次的时差都被快速的创出了它的 K 线高点，是吧？你会发现每一次没过几天突破了阴线的高点，没过几天突破阴线高点，立马突破阴线高点，突破阴线高点。那么一旦阴线高点能够被突破，时差 K 线当天最高价能够被突破，就意味着前方的高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时差 K 线后并没有继续创出新低，没有继续下跌，可以预料到这是一个会反弹的点位，而这个反弹的开始，它的目标位就是阴线的高点。如果它只是反弹，后面还有下跌，那么这一波的反弹将会以阴线的高点作为强大的压力，将会在此处结束，在此处走弱。而如果本次的下跌它真的只是一次上涨当中多头的砸盘，为的是清洗浮筹，后续更好的上涨，那么在3到4天内股价将会快速强势的突破这一根时差 K 线的高点，而一旦有效的突破，那么我们如果本周还能够把这个缺口补掉，那阿哲可以这么说，100%今年还能够再见到美股新高，而这里将不只是一个低点，还是一个牛市的再一次起点，我们所说的牛回头的买点。而这个固比均线的使用方法，时差的观察对象，观察 K 线，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部分，关于固比均线的市场观察。那么接下来呢，阿哲会讲一下下跌的新值它是什么，它怎么去使用。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在收听了固比均线之后觉得对你确实是有帮助的，那么阿哲呢也请大家帮阿哲一个小忙，如果你是老同学，那么在收听本期视频到现在，请你可以点一个赞给本视频，支持阿哲后续的创作以及视频的制作。那么如果你是新同学，也希望大家能够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个订阅阿哲，加入阿哲的订阅粉丝群组，订阅阿哲的频道，点开小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你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信息的告知，你可以及时的看到阿哲的所有视频以及所有公开直播。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关注，希望在未来每一次视频，每一场直播都能够看到你的身影，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研究美股技术分析，美股行情。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下跌的新值。那么现在我们讲解一下有关下跌新值的使用方法。那如果要从它的由来、原理、逻辑讲起，那么可能呢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阿哲呢在本期视频当中直接讲一下如何去使用新值的抄底方法。当市场处于一个上涨后的回调，我怎么知道这一波下跌它会在何时止跌，何时可以买进，以及什么样的下跌是上涨当中的强势回调？我们将当前上涨中的最高点化为0号 K 线，当股价后续被下跌 K 线的低点所击穿时，就可以标为1号 K 线，而1号 K 线的最低价后续再被下跌 K 线的最低价击穿时，那么我们就可以标记为2号 K 线。当2号 K 线的低点再次被下跌 K 线的最低价所击穿，就是3号 K 线。在新值战法当中的第一要义，股价如果是上涨强势回调，那么它的下跌新值一般不会超过3，
好，那么到了3的新值，你就要关注了。如果本次的回调是强势的回调，行情后续还能上涨，还能创新高的话，这里就应该是止跌的低点。而我们怎么样在判断3号新值 K 线之后去买入抄底呢？一般要关注3号 K 线新值后的第4天。第4天的 K 线如果是一根仿包阳线，一根阳线收盘，它比昨天3号 K 线最高价还要高，就是买点。而这一天如果是阴线，就最好先不要买。我们把4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后续等待一个信号。当有一天的收盘价比昨天 K 线的最高价高时，它则说明前方的3号 K 线的新值低点被确认有效。那么从这里开始，股价再次强势的上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像这个点位，股价在此处出现了上涨。上涨当中，这里是0号 K 线，0的低点我们画线。好，那么股价下跌被下跌 K 线所击破，那么它就是一个1号 K 线，1的低点再次被下跌 K 线所击破，那么它就可以标记为2的低点。2号新值的低点如果再被下跌的 K 线所击穿，就是3号新值。3号新值之后，股价4号 K 线直接是阳线收盘，比3的最高价都要高，那么它就是一个买点。而这个买点的低点作为防守位，4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股价在此处重新展开一波上涨行情。因为前面是3新值止跌，所以后续应该还有持续的上涨行情。我们认为这只是一波调整，后续还能强势上涨。所以新值3代表上涨当中回调的强势点位。我们看到目前股价在上方，我们的高点这是一根阴线，它是0号 K 线，我们把它的低点标记0号 K 线。那么股价如果跌破0号 K 线的低点，而且是下跌 K 线，我们则标记为1号的新值。1号新值的低点再次被下跌所跌破，则是2号的新值。2号新值低点再次被下跌的 K 线所跌破，它则为3号新值。3号新值后的第4天，它为防守线，因为4它不是一根仿包阳，所以4呢不为买点。目前的美股行情，纳斯达克指数还不能确定它是一个有效的低点，有效的强势上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组合 K 线，就是有那么一根阳线，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高价都要高。那么出现这种仿包阳线，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新值低点有效，股价是强势回调，这里将会上涨，而强势回调前高依旧能够被突破。所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2部分内容，固比均线和下跌新值，你就会知道，只要出现某一些信号再次的确认本次的下跌是一个低点，是一次砸盘，是一个牛回头，那么前方美股的高点在今年必然会被击穿，必然还有新高。那么相反，如果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没有出现阿哲所说的固比均线下跌新值的确认信号，那么美股再怎么样的上涨，它都只是反弹，后续股价将还在创新低，也不能够再创新高。这2点大家可以作为当下关键的一个关注对象。那么有关空间预测的点位，是阿哲呢在盘前专门为订阅观众所编写所发布的一条信息。只要你是订阅观众，你就有机会收到阿哲所编辑的盘前信息点位。在这一条信息当中，阿哲一般会发布2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当天的一个简单的技术面的看法，第2部分是关于市场当中目前纳斯达克的空间预测点位。这个点位有2个，一个呢是阿哲当天认为市场如果在正常的波动下，应该正常能够上涨的最高收盘价的点位。第2个是市场当中如果是正常幅度中下跌所能达到最大的跌幅，那么这2个点位就是日常所正常保持的一个区间。而相对应的，如果当天收盘是跌破了最低点，那么则市场会看跌；如果收盘是突破了预测的高点，则市场看涨。那么在近期的行情当中，它是出现了连续性的跌破，在这一天开始，市场出现了本次从低点突破以来的首次跌破。所以从这一天开始，阿哲呢在空间预测信息当中有讲到，这一天开始空间预测是看跌的，而后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向上突破预测高点的动作。
所以目前从空间预测的角度，它还没有脱离一个下跌的方向。当市场当中处于下跌，怎么去判断何时会转为上涨，或大概率是一个低点或者反转呢？我们可以以前方的这一轮行情作为一个判定。当市场处于上涨时，一般不会去跌破阿哲所预测的当日最大的跌幅。而如果你发现有那么一天的下跌，它的收盘跌破了阿哲所预测的当天最大的跌幅时，那么则意味着它的多头有可能会被打压，空头迎来反击，那么市场将容易走下跌的方向。而下跌行情当中，如果一直处于跌破而没有突破高点，那么则不能轻易的看多，直到有那么一天出现突破阿哲所预测当天的最大的涨幅，那么市场只要突破，只要出现在下跌中出现这个动作，阿哲就会认为它在空间上是由下跌的方向转为上涨的方向，市场将会很容易出现反转。而目前的行情依旧处于下跌破位的状态，还没有出现向上突破的行为，包括昨天的阳线看似呢反弹很强势，但最后的收盘依旧没有在阿哲所预测的18808.44这个价位之上收盘，所以目前它依旧不构成空间上的反向转向。所以如果你是订阅观众，还请你呢能够认真的观看每一次阿哲所发的这两个点位，如果在当前这个价位再次出现收盘跌破预测的最大跌幅，那么风险将会继续释放。而如果纳斯达克指数在本周能出现一根 K 线，收盘突破阿哲所预测的最高的涨幅，那么高点突破，则意味这里真的会向上的反转。如果你是老同学，应该能够收到阿哲每天所发送的这条信息，而如果你是新同学，可能目前今天是首次订阅阿哲，第一次来是一个新朋友，那么没有关系，阿哲会告诉大家如何能够看到这条信息。只要你是订阅观众，你可以享受到阿哲所提供的3个福利。第一个是阿哲呢有一个粉丝群组，只要你是订阅阿哲的朋友，并且你确实是爱学习能够认真听课的同学，那么粉丝群组会有助教老师邀请大家进入。怎么去找到助教老师？在本期视频的底下评论区的位置，阿哲有一条置顶的评论，在评论当中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点击助教老师的联系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么助教老师呢在审核通过之后，会邀请各位符合要求的订阅观众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进行留言，阿哲看到之后会进行一个知识解答。第二部分呢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一条信息，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第三就是我们所说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比如在本周我们所讲的直播内容就是一个抄底模型、抄底专家的主题班课，只提供给满足条件的订阅观众。那如果你是新同学，还没有参与本次课程的，那么你记得要及时报名了，因为在你看到阿哲本期视频的时候，已经结束了2节课程。这2节课程错过的同学也不用担心，你可以呢找助教老师领取回放。而如果现在你想参与后续的实时直播课程，那么记得在本期视频底下找到助教老师，那么明天的课程你还来得及。那么这是本周我们的内部非公开的课程，记得找到助教老师报名参加。那么截至目前，我们讲了有关市场观察的3个部分，固比均线、下跌心值和空间预测的一个技巧分辨，目前还是一个下跌的方向。不管是以上的3种研判方式，目前只能看反弹，而不能够有效的确认美股市场确实是一个反转，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在本周去确认。第二部分我们来到个股解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解析。特斯拉的话，我们依旧通过这一个空间来去研判。在上期视频11月16号的时候，阿哲讲过特斯拉存在买点，也就是这一根阳线，当时有讲到这是一个左侧比较激进的买点，市场在上涨当中连续突破了这一些空间的压力位，而到达 361.73 之下遇到了10日新，遇到了阻力，而后回调。而这一波回调，因为 308.19 是前期被连阳放量有效突破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它会转为一个强力的支撑，这是阿哲呢之前的原话。而股价这一波回调的低点是 309.22，
而这一个实际的低点和预测的价位仅差一个点。那么阿哲呢，当时有说到，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空间上接近共振的点，基本上无差错的精准预测。那么股价呢，就容易在此处真正的产生这种低点。后续是不是在本周的周一产生了反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周一的上涨，最后收盘是 338.74， 而实际上这附近有一个压力位是 338.27。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一个突破，阿哲觉得它的有效性是有待考量的。那么在本次的回调之后，再次的上涨又出现了跳空，大家注意了，这里对于本次的上方的空间压力，它的2次突破都是带有跳空缺口的，可以说明呢，市场当中对于这一个压力位是势在必得的。多头每次突破都是以跳空的方式去突破，前期的第一次突破，阿哲觉得可靠性不大。而这一次呢，再次的突破，虽然说它依旧是10日新，但是这里呢还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市场当中对于一个压力位连续2次突破，而且2次都是以跳空缺口，那么这种有效性，阿哲觉得是比之前要强大许多。那么目前我们只需要看着 334.96， 在前面买进的同学，334.96 在本次的上涨当中，只要不在今天或明天短期再次跌破，那么这里空间就会打开，而向上的目标位将进一步扩展到 361.73， 我们去关注本周能否突破这一个价位。那从价格的表现上，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看到特斯拉的图表。那么特斯拉目前的走势，我们知道上方的压力和下方的支撑之外，我们看到这一根 K 线，这一根 K 线它是一根放量的 K 线，同时它是一根假阴线。我们曾经说过，上涨出现假阴线而且有放量，说明它是一根决策阴线。那么决策阴线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之前在纳斯达克指数时有讲过假阴线的用法，就是当市场出现了决策的阴线之后，它的低点和高点将会告诉你方向。如果市场向下跌破假阴线的低点，那么意味着风险的释放，容易假阴后的选择是高点。而如果短期选择向上突破，那么假阴线这里将是上涨的中继，后续行情将会继续强势上涨。那么我们看到特斯拉目前就是这种选择的方向，在低点确认之后，又来到了一个10日关口，这个假阴线能否被短期突破高点，将是一个关键的观察对象。如果是快速向下跌破，那么将会再有低点产生。我们看一下前期它是否有这种假阴的出现呢？看到这里，市场在这里出现了上涨，而后是假阴线。假阴线之后的低点，除了第一天这里跌破一下，第二天立马收回，而股价产生震荡，后续出现了有效的突破高点啊。这里呢，假阴它是一个选择的方向，而后面再看到这个地方，假阴又出现了。是不是这一天的股价是不是一个阴线，而后是上涨的，涨幅 0.23， 而上涨中出现它的高点，立马第二天又被突破，而后产生加速。上涨中的假阴线每一次都是我们所说的方向选择，它越快的突破效果越好，越慢的突破呢，一般方向选择还不是很明确。而这一天再一次出现假阴，再一次快速突破，方向就立马明确，立马加速向上。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根假阴线也是如此，假阴出现高点低点划线，看它方向快速选择向上还是向下。如果继续向上，收盘过了这根假阴线的高点，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一个2次看涨的点位，它是一个再次看涨的点位，再次加仓的点位。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我们之前在高位的时候，或者说相对来说是高位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类似于假跌破的买点，不过后面跌破，所以呢进行止损。而现在我们在看到图表当中，市场出现了下跌回落，而图表当中这一个趋势类指标呢是多空起爆指标，那么它呢和固比金线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类似，它是用绿色的飘带来表示股价目前处于中短期的多头。那么这一个指标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当市场处于中短期多头的时候，我们只要知道市场往绿带上靠拢，将说明目前的价位是一个回调，而只要在绿带之中，或者说只要是在绿带附近，
说明它是一个中短期多头的一个低位，市场在这种位置往往会产生再一次的上涨，直到呢有那么一次有效跌破为止。我们可以看一下英伟达的之前每一次多头强势的行情，是不是多头强势上涨回调，在绿带附近就是一个机会，就是一个中短期低点，上涨回调到绿带附近就是中短期的一个低点，上涨回调在绿带附近就是中短期的低点，直到呢在股价下跌当中，我们发现它跌破了，发现它走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风险了。我们看到目前的市场是不是也出现了一次下跌，跌到了绿带？那这一次下跌会不会跟前期一样，也是一个绿带上的止跌买点，是一个低点呢？我们看到目前的绿带有所变窄，说明多头的一个趋势呢有所变弱，但是依旧有支撑。而昨天是一个收盘跌破了这个绿带，但它是一根假阳线，是低开高走的假阳线。假阳线和假阴线同样都是有方向上的判定效果的。如果在今天或者说在本周，英伟达能够不保持在绿带之下的下跌，而是能够收盘重新修复绿带，重新站在绿带之内，那么它反而会构成一个超跌的一个买点。而这是阿哲目前从技术面所看到的一部分趋势上的买点。我们再看到图表当中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它的一个影线。我们会发现连续的3天下跌，它是不是都出现了下跌之后的影线的收回？以后盘中呢都有影线的收回。影线代表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一天，影线则代表当天虽然是下跌的，但是盘中呢有那么一笔资金把它的价格从低点拖起来了，所以形成了一个收盘的影线。包括昨天也是如此，是吧？股价开盘大跌，但是呢快速被拖起来了，所以形成了一个影线。那你会发现最近这种向上托举的一个动作，它的力度是不断的在变强的。前面呢是一个小十日星，小小的影线，而后是在大跌时呢拖起来的一根相对的中长的一个影线。那到这一天下跌转阴之后，还能把它往上拖到阳线之上，所以目前从影线来看，多头有一笔资金是在近期不断的去低买的，去吸筹的。那么现在就要看一下这一个资金的方向选择是不是正确的。那如果你想赌一下英伟达财报是好是坏，那么阿哲从技术面上可以告诉你，目前还是多方占优势，而且短期呢有资金是在买入的动作。而作为散户来讲，如果能够在财报发布前出现一根 K 线收盘能够突破这根假阳线的高点，那阿哲觉得它是一个技术面上的买点。那么如果你要赌，阿哲说过小赌怡情，这一个技术面的买点就是小赌怡情的多方博弈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Coin 最近的比特币又再次的上涨，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昨天跟比特币相关的都走出了一些大涨行情，特别是 MSTR 和 Coin 这两只个股。 Coin 呢涨幅是 6.41%， 在我们上期视频当中是不是也重点除了提了特斯拉之外，还讲了 Coin 呢是一个股价下跌，它的调整力度是比指数强的，因为它的缺口没有回补，而指数是回补的，所以通过这一点可以判断它的回调比指数比平均价格水平都要有所强势。那么再通过这一个价格的负线，我们是不是前期说过这是一个风险的信号？那什么叫负线呢？大家看到这里，就是有一根阴线的高点比昨天的阳线高，而阴线的收盘比昨天阳线最低价还要低，这又是一个非常严酷的负线。这种负线一般是风险的提醒。我们看到这里，负线在上涨中出现，后续股价是不是下跌的？那么阿哲之前也说过，负线呢不单单它是一个风险信号，有时候也可能是机会。比如说这一个负线，股价后续是不是上涨的我们再往前看，又比如说这里呢也是一个负线也是一根阴线把阳线全吃掉了，好，也是一根负线，股价也是上涨的。那么当时我们说过怎么去看负线呢？就是负线这一天出现了，我们把第二天的这一根 K 线作为观察对象，也就是说负线大跌后的第二天反映市场的真正意图。这根 K 线的高点只要后续能够被突破，那我们就认为
股价这一天的负线只是砸盘，后续依旧可以看涨。我们看到这两个，当市场出现了负线，第二天价格的反应把它的高点作为一个放大，只要价格在负线后一天的高点之上就看多账上看多，账下去看空，账上看多，股价上涨。那包括这一个负线第二天的 K 线高点突破，这一天看涨，又跌破，那么这一天看空，或这一天呢不要看多止损，那股价呢是不是往下走？我们看到现在的行情就是 Coin 出现了负线，而负线之后的第二天高点是被突破的，所以阿哲在上周周五的时候就有讲过，这一天代表股价的方向应该向上看，应该是一个做多点，是不是有效延续了一天上涨？那么后续的价格只要不跌破负线后一天的高点，我们就依旧是做多的区间，依旧是没有问题的。那包括 MSTR 也是如此，不过 MSTR 呢，它的买点出现的比较晚，而它这个负线呢不是一个标准的负线，它是一个负半线，也就是说它只是把阳线的实体一半吃掉，没有完全吃掉低点，它是一个负半线。那负半线也是一样的，负半线后的这一天高点作为一个进场点，股价突破则后续看涨，它只要不跌到这一个高点之下以上，都是看涨的空间，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交易点。包括这里也是负线出现了市场当中后续这一天的高点突破以上作为一个有效的做多点，跌破呢则不做多。那我们就会发现的是，这一个关键的观察 K 线的高点是不是曾经被跌破过，但是后面又涨起来了。好，这里看多，好，这里呢就不能看多，而股价重新站回，再重新看多，目前也是如此的，把这一个 K 线的高点以上作为多头，以下作为空头，上方看多，下方看空。我们看一下 MARA， 那 MARA 呢就相对这几只里面比较弱了，那是不是在负线之后的第二天它并没能去突破它反而跌破了，所以 MARA 呢相对来说就比 Coin 和 MSTR 要弱一点。那么像现在的 Coin 呢，我们就认为是在上次提醒买点之后的延续上涨行情。我们再看到谷歌的话，它目前是不是也是绿带上的一个调整，并且回到了绿带。那目前呢有一个向上冲的动作，我们说只要到达一个绿带之后是上涨回调，绿带内它就大概率是一个机会为主，绿带内呢就不要以风险来看待，除非它去跌破绿带。那目前的股价下跌回到绿带，说明是一个中短期的低位，而低位的买点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要高？它这里是什么模型最高点是0，跌破则为1，再跌破则为2，再次跌破则为3后的4是反包阳线，那么这就是构成了新值的3日反转，也是呢我们在本周内部课的第一节阿哲讲的新值反转。好，3号 K 线新值后是反包，那么这里我们看涨，把4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只要它不跌破，我们认为它这里可以看涨。因为3号新值出现的点位刚好是绿带附近，所以这个低点的意义是比较大的，它大概率是有效的低点。好，那么这里将是一个买点。我们把缺口放到图表当中，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缺口，左侧的这个大缺口虽然被回补了，但是空方依旧有所力量所残余，所以你会发现上来一次就下来了，上来一次就会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买点它能不能够去突破左边缺口的高点，如果能突破则空间打开向前高进攻，如果不能突破，这里又是反弹的一个震荡罢了，它的利润将会比较有限。最后我们看到亚马逊的话，股价在最近出现了向下的跳空缺口，但是在趋势上有所改变吗？趋势上依旧是一个上涨回调在绿带附近，只是目前它没有止跌。大家注意了，很多个股在昨天有止跌的 K 线，而我们指数昨天也有止跌的迹象，但是亚马逊却还是没有出现止跌的 K 线，所以这里呢相对来说它有点走弱。只是我们看到下方的成交量，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叫做缩倍量的现象，成交量比昨天缩少了1倍，
并且股价在绿带附近。那么这种下跌缩倍量意味市场是一种异动的量能。什么时候之前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这一天？这一天是市场的下跌，而后有缺口的支撑，同时也是绿带。好，这一天下方的成交量也比昨天的成交量缩小了1倍，这种叫缩倍量。缩倍量 K 线呢，也是一种异动 K 线，异动 K 线被突破就是方向选择向上，所以这一天亚马逊它是一根异动 K 线。虽然目前的价格表现是比大众的指数所弱势的，但是它这一天是异动点。如果股价能够出现突破，那么方向性也是回调后的上涨行情，所以亚马逊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周一 K 线是一根关键 K 线。以上就是19号今天阿哲所讲到的美股盘前行情快报。那么我们还需要去更多的关注接下来本周的行情，因为它决定于本次的止跌是反弹还是反转，美股在今年年尾是形成一个高点呢，还是牛市的起点，这将在本周我们去关注的对象。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本周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利润。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